哎，Lucas，你觉得台湾很自由吗？对我来说很自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妈不在，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，所以很自由。所以很自由。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们今天在做一个台湾 PK 法国的影片的系列，因为我住过在法国20几年，然后我现在快在台湾10年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经验做一些比较。这一次的议题关于自由。其实我想拍关于这个主题，也是因为最近中天电视环绕视力这个新闻，我看到几个人留言告诉我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所以代表的是台湾没有言论的自由。自由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蛮难解释的。所以我决定我今天要分几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项目，然后每一个项目其实跟自由蛮有关系的。这样我们可以看这些项目，台湾、法国到底哪一个比较自由的？好，第一个项目就是社会的权利。其实我觉得台湾跟法国社会还是蛮多的权利。两个都是民主主义，大家都可以投票去选他们的总统啊，还是他们的市长之类的。宗教的自由，然后关于社会的平等，台湾、法国两个都有同性的婚姻。性别的平等，其实台湾也是蛮好的。比如说台湾的总统是女生的，在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国家有女生当总统。虽然法国、台湾其实两个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比如说女生跟男生的薪水还是差了几个 percent， 法国好像有20到30%，还是蛮高的。所以我觉得两个国家其实可以做更好，但是在世界上，社会的权利算是蛮高的。所以这个项目我会把1分给台湾，还有1分给法国。好，第二个，言论自由跟媒体的自由。其实台湾今年受到排名亚洲第2大自由的国家，所以还是蛮高的。然后第1就是日本。但是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就算是民主主义，但是言论的自由还是有一些限制，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定义。但是基本上你可以发言，但是你不可以伤害其他人。好像也有一个说，你可以发言，但是你发的言不可以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性。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新闻说，法国会关掉一些在巴黎的清真寺，好像是因为那边的清真寺的教长他会分散一些太极端的意见，会让人有恐怖袭击的想法，所以这个时候法国还是觉得这个不可以接受。最近关于中天电视的新闻，我不是专家，也不知道那么多关于这件事情。你觉得这样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吗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还想说，法国跟台湾关于言论的自由、媒体的自由，算是世界上蛮好的国家。因为其实很多世界上的国家，不可以那么容易发言。所以这个项目的话，我会把1分给台湾，还有把1分给法国。OK， 下一个项目就是工作上的自由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，法国跟台湾其实差很多的。那法国的话，我快速跟你们分享，工作上大概是怎么样。1年内休假25天以上，有一些工作可能有40天以上，超高的。法国人爱罢工，他们罢工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的福利。然后通常法国也不用加班，晚上不用看老板传给你的讯息，也不用回答。台湾1年内休假有7天，可能有一些公司是比较多的。不过我还想说，因为台湾很多的节日还有过年，整个礼拜不用上班，所以加起来，还是没有那么差。虽然法国的年假还是比较多，然后通常台湾人会加班，然后还是会回答老板的讯息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觉得法国的工作上的自由还是比较好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会把1分给法国。不过我还是在这边想分享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想一想，罢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自己每一年都会法国，然后几乎每一年都会遇到火车、捷运的罢工，然后对我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。我每一次要去看家人，还是要等
火车可能1个小时啊，还是可能要特别早起床为了去看家人。我觉得法国的罢工它到了一个太过度的程度。现在法国的罢工可能是因为你要得到更好的福利，但是它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一些很大的麻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到，太多的自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有一点难说，我觉得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罢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好，下一个项目。安全，其实我觉得安全算是一个自由的很重要的部分。你在一个国家如果觉得不安全，不敢出门，还是无时无刻都要小心旁边有没有一些小偷啊，那你会觉得生活很不自由。台湾今年得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的第2名，是蛮厉害的。我知道大家每一天看新闻，然后你会看到很多恐怖的事情。台湾当然还是有一些谋杀，有一些坏人做坏事啊。很安全的意思不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，很安全就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，那些危险的状况少很多。法国就算你是男生，你还需要蛮小心你的环境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台湾赢了。OK， 下一个项目，警察暴力。我们这几个月啊，常常听到美国的警察滥杀一些良民的人，尤其是黑人。那法国呢？法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夸张，但是常常会有警察滥用职权的新闻。尤其是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、很严重的 case。晚上的话，有3个警察突然开始打一个在回家的黑人，他什么都没有做。那些3个警察在说，这个黑人在威胁他们，一定要保护自己。但是刚好这个地方有监视器，大家都会看得到。其实警察在说谎，那个人什么都没做，他们直接去打他，打得很可怕。这一次的新闻真的太过分了，所以现在整个法国在讨论这件事情，也觉得警察局内有一些很大的问题。警察应该要保护人。可能是台湾警察的训练比较厉害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台湾的警察还是比较好。我从来没有觉得台湾的警察在我旁边，我觉得不安心，不会这样。但是我在法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在法国有时候看什么状况，附近有警察，你还会觉得有一点不安心，很奇怪吧？所以这个项目，我给台湾1分。好，最后一个项目其实是关于疫情。我想讲到疫情，是因为今年台湾算是处理疫情最厉害的国家。台湾的社会为了继续有出门的自由，原来要接受一些限制，比如说戴口罩，还是认真做14天的隔离。然后可能是因为台湾人比较会听话，所以都会符合政府的那些规则。那全世界的很多国家，因为可能社会不想听话，还是觉得戴口罩算是把自己的自由拿走之类的，结果是很多国家需要封城，然后大家失去了整个出门的自由。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，是不是有时候太多的自由结果是不好的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主题，但是关于疫情的话，台湾人的自由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不用封城，还是可以自由的出门，所以这个项目我会把1分给台湾。那结果呢？谁最自由？那我们去算一算哦。台湾、法国，台湾好像得了5分，法国得了3分。我自己觉得台湾是比较自由的，法国其实也蛮自由的，尤其是关于工作上的自由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台湾的安全，还有关于台湾今年处理疫情的样子，这些2个真的是让台湾比法国更自由的。那你自己觉得台湾自由吗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了解你的看法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是去看我拍的其他影片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